大家好，延平 Basis Gary， 今天拍一个那个拆箱的视频，其实已经拆一半了。后来我想这对吧，新的拍摄设备，我觉得还是记录一下，是这个大疆的 Action 5 Pro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它是那种小的，相机吧，小的相机。然后呢，我为什么买这个呀？是因为吧，我之前拍摄一直用这个东西，这是 GoPro Max， 它是两边都有摄像头，这个是我爸很久之前买的，我就拿过来用。然后现在我手拿的这个摄像机呢是大疆的那个 Pocket 2，对，其实3前段时间我妹妹给我买了，但我觉得跟2感觉差不太多，而且2我攥着我觉得手感更好。后来那 Pocket 3我就给它寄走了，所以我现在是在用 Pocket 2在拍这个大疆的 Action 5 Pro 的拆箱。刚才我拆到哪儿？我继续拍啊。现在那个这个放旁边，我再说一下啊，为什么我买这个 Action 5 Pro， 是因为我之前用这个，它的这个像素一直很模糊，但是因为可能订阅我这个频道的朋友，包括看我之前视频的朋友也能感觉到，其实我拍视频不是那种特别追求华丽啊，很各种各样转场，各种各样很酷炫的东西。我基本上我就是拿这个摄像机手持这么怼着拍，然后这个设备呢更多是作为一个补充的机位，比如说有时候我拍那个改皮卡房车，或者说是一个环境的情况，我可能对吧，给这个立这块这么拍，对吧？这常年就连一个固定的这个夹子底座。但是呢，因为前段时间有一天我拍那个晚上拆车，因为我自己改了一个皮卡房车嘛，那皮卡房车是一个贝陀的房箱，有一天晚上我拆这个房箱的时候，我用这个机器拍，加上是晚上，加上这个设备确实是很有年头了，我觉得拍的那个镜头我就觉得很模糊。后来我就想吧，这个好歹也是对吧，这个时不时拍视频的这么一个视频创作者，对吧？给这个订阅者吧看那种很模糊的镜头，我觉得有点不负责任，这也才下定决心，对吧？升级一下设备。其实除了这个大疆的 Action 5 Pro， 还有 Action 4，现在市场上也在卖，包括之前11月的是吧？好像双11那个 Action 4打折扣很大，应该是1000可能4左右吧，差不多。然后这个，但是那段时间我没有想换设备，我真正想换设备的时候，发现那个促销已经过了。那所以我面临的是一个，要不买 Action 4，Action 4应该是1000，可能现在700-800啊。然后要不就买 Action 5 Pro， 这个是2598。然后我又研究了一下，我确实 Action 5 Pro 呢，参数上还有电池上，电池会比 Action 4要大一些。我呢经常会出去自驾，然后在外面的环境，所以电池对我来说还是有需要的。然后加上它的夜视能力，它的这个相机的底吧，还是比 Action 4要好一点。买新不买旧嘛，所以就还是买了一个贵一点的。刚拆一半，刚拆到我这个把这相机拿出来，然后那个这膜其实刚才已经撕掉了，后来又重新贴的，然后卡我已经装上了，开机看了一下，但是它那个电量很少，然后剩下的我都没拍到，现在我就继续拆一下。这个盒子应该是一个那个框架，对吧？它是一个，我不了解这个框架是干嘛的呀？可能是跟那个兔笼差不多。是叫兔笼吧？什么笼？这个框架是一个塑料的，硬塑料，工程塑料那种质感。然后对吧？好多按钮也都，这质感挺好，哒哒一下。
这个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好像也是那种底座，一个好像是粘头盔上的那种底座。这个好像是固定在这块能对上，对吧？有个槽，哎，磁吸的这是，哦，就这样磁吸住，还挺结实的。哎，它这磁吸的还真挺强的，就是很强的磁力。兔笼，我过会儿我再装上吧，是叫兔笼吧？我不太了解。然后两个 Type C 头的，一条线，就是一些大疆的贴纸、说明书什么的。这贴纸我之前已经买其他设备已经有了，说明书就不看了。反正，对，还有一个什么卡片，这下载完了，正好也说一下，因为之前买的国行的Switch， 然后国行的好像26年服务器要关了，可以免费领4个游戏，正好刚才领的，下载完了好像也买了，领了这么多游戏。然后就是这个相机了，相机它这上面写着呢，下水前务必将镜头保护盖拧紧，这个标签上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我理解应该是可以拧下来的，它可能是不是一个可更换的罩啊？哦，对，可以拧得动，它这个应该是可以卸下来的。然后这里面是电池，包括卡，卡我还没买呢，卡我还用的是一个低速的卡。我先把这个东西存上吧。哦，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完全展开，是不是有一点缝给它塞进去了？好像是，对对，这么着就扣上了。这就是一个完全态吧。还装上这个笼子，我觉得这风格还是挺硬朗的。然后就这样，就可以粘在头盔上或者车上或者什么地方。然后我现在就在用这个 Action 5 Pro 在拍，它现在还在显示是低速卡，我不知道这能不能拍清。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哎呦，屏幕黑了。我拍一下这个，但应该还是在拍摄呢。你看啊，对吧？它应该还是在拍摄呢。这样的话，它相当于是前面那个副屏，它不会一直显示人，显示一段时间它就自动熄灭了，然后手碰它会再亮。我还没有特别去设置，但是我从这个副屏里面看，感觉它的视野还是挺宽的，和我这之前的 GoPro 的鱼眼两边都是镜头的，感觉也差不了太多。这个也还行，但这个的话，它是这个画质有点糙了。整体稳定性还不错，然后对我来说也属于鸟枪换炮了。之后可能拍一些那种第三人称的视角会清楚一些。而且它大疆的这个外形给我的感觉还是我挺喜欢的。包括我之前用的这个几款大疆的产品，你包括 Pocket 2啊，再多说一句， Pocket 2也不是我买的，这个 Pocket 2是那个孩子他妈的直接拿过来用的。我买的另外一个大疆的产品是这个，就是大疆的一个麦克风，好像麦克风也可以连这个设备。这就是一个大疆的 Action 5 Pro 的一个默认设置的一个小的拍摄。然后也对比一下啊 GoPro Max 还有这个大疆的 Action 5 Pro， 我已经把这个之前的底座拆下来，可以直接过来，这样的话我就立着可以拍嘛。再拍一下，我很喜欢这个外壳，
就是感觉套上外壳呢，它会这个尺寸就更合适。而且这风格外形不错。黑色和红色这种点缀呢，就感觉也比较专业，因为专业的相机很多是红圈嘛，它这种红色的点缀外形还是不错的，对吧？前面也可以去配置。哎，对了，它还赠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呀？我不太熟悉，研究研究。我看了一下，这尺寸好像和这一块是挺像的，它是不是一个加厚的圈儿？反正我不用它，正常我连接我之前的一个底座也都没问题。就先不用了。贴纸，因为我已经别的设备已经贴上了，所以这块就留着吧。说明书，其他就没什么了。对，就是一个小的开箱和分享，然后后续可能除了存量视频之外，再拍新的我就会用这个去拍了，应该第三人称视角的一些素材会清楚一些。然后因为这个网上各种各样的测评科技的博主都很多嘛，然后这些新出的设备他们都会介绍的比较详细，然后精美，我应该就不会再拍测评的这种视频但如果说以我的一个视角，未来使用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有一些和我之前的设备不一样，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使用感受了的话可能会分享一下。上手这么粗略来看，我觉得还比较喜欢，就先这样了。然后欢迎大家订阅关注，谢谢，拜拜。